大家平安，又到了看中信、听见证的时间。AI 的快速发展带来工作和生活的许多便利与有趣性。最近发展出使用 AI 科技与过世的人来场虚拟重逢，希望透过这个方法疗愈伤痛和失落。在基督信仰里，悲伤从来不是软弱，也不是缺乏信心，并且更有盼望的是，耶稣复活的事实宣告死亡不是生命最后的终点。希望您透过今天当悲伤遇上了 AI 的内容分享，得着安慰与鼓励。想象你带上 VR 装置走入客厅，看见离世多年的父亲竟然坐在旧沙发上，对着你露出那么熟悉的微笑。这并不是预录影音，而是 AI 透过解析这人生前的数据，为你重塑的一场虚拟重逢。这绝不是灵异事件，而是后世看涨的悲伤科技。它收集过世的人留下的语音、文字与影像，透过精密模拟，试图用0与1的数位代码，填补死亡在我们生命中凿出的巨大黑洞。对于刚刚经历丧亲之痛的人来说，这样的科技无疑充满吸引力，因为我们太想再听一次那个熟悉的声音，太想补说那一句来不及出口的“我爱你”或是“对不起”。在虚拟世界里，悲伤似乎能被暂时搁置，死亡的事实也好像被推迟了。但是，在短暂的安慰过后，许多人却感受到一种更深层的失落。当我们与这些数位分身对话的时候，内心往往会浮现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是，眼前这个说着熟悉话语、拥有熟悉样貌的他，真的等同于那个曾经能爱、会受伤、有体温、有重量的人吗？我们所渴望的，究竟只是记忆的重播，还是一场真正的重逢？在此，科技展现了一种温柔却有限的能力，它可以模拟陪伴的形式，却无法回复生命本身。当人类尝试理解与回应死亡的时候，基督信仰提出了一个与科技截然不同的概念：复活。对非基督徒来说，这个词也许听起来遥远，甚至带着神话色彩。但是，如果将复活与悲伤科技放在同一个问题意识里，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显得格外清楚。悲伤科技所做的，本质上是资料还原与模拟，它永远回望过去，依靠的是已完成的人生记录。无论技术多么精细，它所呈现的终究只是片段的拼接，就像一张极度清晰的照片，看似生动，却没有生命的呼吸。基督信仰所谈的复活，却不是将过去重新播放，
它不是修复一台故障的机器，而更像是一颗种子被埋进土里，经过断裂与改变，最终长成一个崭新的生命。在新约圣经里，使徒保罗曾经回应一个对现代人来说并不太陌生的问题：如果死亡真的是终点，那信仰还剩下什么呢？当时有人主张没有死人复活的事，保罗便以极为严谨的推论指出，如果死人不复活，那么基督也没有复活，而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整个基督信仰本身便随之崩解。正是在这样的脉络下，保罗写下这句极具冲击力的话：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这句话并不是在贬低今生的价值，也不是否定信仰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。相反的，保罗的重点在于，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那么基督徒在今生为信仰所付出的代价，包括忍耐、受苦、舍己，反而成了一场悲剧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基督信仰的盼望，并不是把希望压缩在有限的人生里，更不是把死亡交给资料或记忆来处理。它是根植于一个宣告：死亡不是最后的终点。现代社会往往不知道如何安放悲伤。当死亡临到，人们出于好意常会说：别太难过了，要坚强，生活还要继续。甚至在宗教语境中，也可能让人误以为真正有信心的人不该让悲伤停留太久。但是圣经却记录了一个深具安慰力的场景。当耶稣面对好朋友拉撒路的死亡时，即使耶稣即将叫拉撒路复活，可是站在坟墓前的那一刻，耶稣哭了。耶稣哭了，这节经文简短的几乎容易被忽略，却深刻地揭示了一件事，就是在基督信仰里，悲伤从来不是软弱，也不是缺乏信心的证据。悲伤之所以真实，是因为爱本来就是真实的。爱得越深，失去时的痛也就越深。耶稣的眼泪肯定了人面对死亡的时候难以承受的重量。信仰不是要求人用宗教语言压抑伤痛，而是邀请人诚实承认死亡的残酷。因为唯有如此，医治与盼望才不会流于空谈。我们之所以如此抗拒死亡，并不只是因为害怕消失，我们想念的是那份真实存在所带来的同在感。悲伤科技可以模拟影像与声音，却无法给出一个有脉搏及呼吸的生命。它终究无法满足人心对真实相遇的渴望。基督信仰所指向的盼望，正是在回应这份渴望。
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描绘了一幅令人难忘的图像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伤、哭嚎、疼痛。这并不是对人类自然不朽的想象，而是建立在一个历史性的宣告之上。耶稣曾经真实地进入死亡，并且从死亡中复活。正因为如此，基督信仰所谈论的未来，不是精神的延续，也不是资料的保存，而是一个被更新的真实的世界。这正是基督信仰最核心也最具挑战性的宣告。死亡不是终局，而耶稣的复活是这个宣告得以成立的根据。它并不是逃避悲伤的捷径，而是在流泪之中仍然为人指向一个比科技更深更真实的盼望。谢谢您的收听，若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欢迎追踪收藏分享给您身边的人哦。我们下周再见。